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家贾友达在加拿大跟着爷爷奶奶吃饭，一天到晚就是跟土豆子较劲。土豆子开张熬个土豆汤，土豆子大吉怼个土豆泥。你说这土营养，这不逗呢吗？我对贾友达这个成长发育我很担忧啊，我就说要不然给孩子包饺子，起码饺子里边有肉还有菜，也算勉强做到个膳食均衡。我婆婆也听话，在网上搜的菜谱擀的饺子皮儿，但最后擀出那饺子皮儿怎么跟你形容呢？能当暗器，属于往人身上撇贴着喉管就毙命那种，老硬了。后来我说实在不行，你们可以去超市买点饺子。结果他一家人去的超市，买了3大麻袋冷冻的土豆馅饺子，还买了3大麻袋冷冻的蓝莓馅饺子。一吃饭用微波炉加热5个土豆馅饺子当主食，5个蓝莓馅饺子当甜点。这个当初饺子的发明者呀，如果活着，看着他们买的这个脏东西，还管它叫饺子，都得拿着我婆婆亲手擀的饺子皮自刎，就谁拦都拦不住那种。完，他家全家都这样，就都是这种土豆狂徒，营养全不咋均衡。完，我就天天叮嘱我老公我婆婆，我说我吧挺担心贾友达像我一样的，因为身高在国外可以享受残疾人津贴，我不想让他享受这种资质，不是什么好资质。我婆婆的回答我都惊了，她跟我说，这有事就是该多高多高，跟你家长怎么问也没有关系。我说哎 Wendy 你自己看看啊，就你儿子自称1.8米，但体检的时候1.77.5米，写的明明白白，就这个身高在加拿大是不是属于加拿中？那这里边还有个原因，就我老公和他那俩妹妹不是一个爹。我老公的亲爹呢，确实是个儿比较矮，在加拿大属于就加拿大偏小吧。但是我老公俩妹妹的爸，也就我婆婆现任老公，人家1.92米啊。那他这俩姑娘难道不应该是说咱说出生就39的脚吗？但我这俩小姑子都1.6米，你说这是不是营养不太对？我说我们可没有你们那么淡定。就我小时候，全家人瞅我不长个儿，瞅的都长个儿了。我爷当年还被人骗，给我买了一个增高玉枕，花了1000多。我睡了3年，枕头都矮了，我也没高。我爸首先质疑了他爸，就问我爷，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我爷说，就何谈被骗呢？就算就是没长高，那肯定也是对这个营养吸收有好处。我爸说，一个枕头跟吸收营养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枕头里头缝的是唐僧啊，他晚上啃呢，我爷说，那你行你来。于是我就经常被我爸挂在单杠上嘛，然后他一整就是看老头下棋去了，给我落上边了。我穿一身红一动不动嘛。平时我被误以为单杠上挂的一条衬裤，过年的时候我被误以为单杠上挂的一挂鞭炮。哎呦我的妈，那也没长。反正作为中国家长，我肯定做不到外国家长那种就是心欢堂长，就爱多长多长。贾友达回来，我得亲手给他做点饭，补充营养，再给他冲点亚培小桉素。因为想让孩子长个，你光补钙不行，光补不吸收，钙也进不到骨头里，补得跟钟乳石似的，还得有其他的维生素协同作用。小桉素里边的重点成分叫成长协作链，它是通过维生素 D 帮助吸收，然后维生素 K2 激活骨钙素，然后骨钙素把这个钙运送到骨骼才起到作用。对孩子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有自护力。小桉素是全球知名的儿童营养配方，有雅培100年的医疗健康品质。这里边有呵护肠道健康的菌源组合拳。益生菌咱知道是肠道的守护者，但是光有益生菌不行，益生菌得吃益生元才能活下去。补充益生菌加上益生元，才能更好呵护孩子肠道的自护力。还有32种营养素，眼脑体格一起高。关键是不加香精和蔗糖，不怕他吃完长他爸那体型。哎呀，不说了，我得带拿铁出去玩去了。拿铁最近开始自己走路了，我得培养他大长腿，争做就是铁岭5大镜子。哎，话说四川是我和我老公感情的终点。我和我这大胖媳妇在四川旅游的时候，因为麻椒分手了，我还支付的分手费。上次不跟你唠了一下，这个加拿大男子第一次来四川，因为没吃过麻味儿，也没见过麻椒，吃饭还非得用菜汤拌饭，炫进去2两麻椒粒儿。完事告我他哪都大，失去知觉了，中毒要死了，要上医院，后事都交代了。幸亏在去医院的路上，司机点醒梦中人，说这去啥医院，就是咬着麻椒了，俺们才免去了一趟急诊。完，我老公呢就半信半疑吧，就他还是觉得这麻椒粒儿让他中毒了，完他就怕这麻椒粒儿，就躲他。第二天我领他一块去吃火锅去，我说要不就给你点个清汤的吧。然后人服务员小姐姐呢就笑了，说啊，他吃不了辣是不是？哎呀，可能是瞅人家小姑娘长得好看了，这宇宙的尽头在铁岭，男人的尊严要觉醒，跟人掰扯上了。我可以的，我不可以吗？他这4声不分，人小姑娘我估计根本就没听明白他说的是啥，心寻你可以拉啥呀，你啥都吃不了。完人说的那你就点微辣呗，微辣也不咋麻。结果火锅上来了，我老公吃一口，脑袋又大了，给麻跑了，拎着3瓶冰镇花生露出去等俺俩去了。我跟我朋友吃完饭出去找他，人怎么没了呢？后来发现他在50米以外的一家女士时尚内衣体验馆门口坐着呢。我说你上这儿坐着干啥来？他告诉我那边有麻风。完接下来几天呢就啥都是麻辣的，我就感觉他整个人就有点慢慢的不好了。我天天领他出去吃饭就像带个傻儿子似的，人家一到饭店人家问吃点啥就看他，
我可以了，我不要骂，你们不要骂我。完我就开始有点烦他了。他呢来的时候不钱包落出租车里了吗？没有钱，完天天啥事就跟着我，像个小媳妇似的。他也开始有点闹心了。完这矛盾在一个晚上就激化了。那天晚上我跟我朋友找这小饭店吃晚饭，我老公当时可能也是要被骂崩溃了。到这饭店一看，这菜单上有图，这好上来就指我要这馄饨。人老板说的这个叫抄手，我老公说抄手抄脚都行，我就要那手和脚，你别给我抄，就别放料，就把馄饨捞出来就行。完事这抄手就上了，人老板真没给他加红油和麻椒，汤都是白的。我寻思这回好，他能消停一会儿了。结果人吃一口那损色，我说我不要骂，你们为什么都来骂我？都来骂我！我当时我根本没寻思，就人家在和馅的时候可以放这个麻椒的或者花椒的面来调味嘛。我当时就觉得它太矫情，哎，就当时就感觉挺白的汤，挺大个脸，挺单薄的爱情在抄手中搁浅。完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说咱俩给他撂着吧，咱俩逛夜市去。完俩互相瞅一眼，把他撂上就走了。夜市逛挺爽，回宾馆的时候，俺俩以为他能在宾馆睡觉呢，结果他那屋没人。我寻思他能上哪去呢？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，他兜里没钱，我就寻思，你说他1分钱没有，他上哪去了呢？难道说是就地出家了吗？关键是你说斋饭，咱能说就肯定不骂他吗？俺俩没招，就找回刚才吃饭的小饭店去了。在门口我就看着他了，还搁6号桌呢，坐溜人，让人给扣下了。我就搁这瞅，饭店没别人了，就他跟老板娘，老板娘搁那扫地呢。我就看他，我骂了，老板娘，我根本就没给你加料，就是清汤的。我老公，我就是骂了，老板娘，你说麻就麻呀，他怎么就麻了呢？我老公这汉语吧太差了，他不会表达他嘴里这种感觉，憋半天整个。我滋了，哎呦我的妈！我滋了，我在外头瞅，给我逗的，我滋了。完，老板娘说的，你滋了，你也得结账，你也不能说赖账就跑。你吃霸王餐的，你滋了。我进去赶紧我把账给结了，我丢起着脸。你说一个老爷们儿就一个麻，就事儿的。完，第二天在回厦门的飞机上，我就提出了分手。你们见过女生提分手还支付男方分手费的吗？我当时那家伙老有刚了，啪嚓给甩100块钱。我当时我就告他，我说这钱3块钱够你公交车直达回家，90够你吃饭吃到补办银行卡。你买啥吃啥，是辣是麻，从此红尘各自繁华。剩下7块钱是我认识你7个月的青春损失费。咱俩的青春都不咋值钱，谁也别讹谁，从此咱就两清了。但是我这个人的气节呢，就发挥不是很稳定。后来他跑到宇宙的尽头铁岭来了，完整吧又好了。这事儿以后再跟你细唠。哎，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个事儿，给我逗稀了。我老公头一回来铁岭的时候跟我们去烤肉店，他当时汉语太差了，根本就是啥也听不懂，尤其是东北话。他呢就听所有的顾客没事就喊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，然后服务员就来了。他呢就以为这个换个篦子就是向服务人员求助的意思，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 ，waiter come please。然后他呢还怕自己说的不准确，还问我表弟你刚才咋说的？换个篦子。然后表弟还耐心纠正他说你这句话在烤肉店你得说的得有气势，你就是重点不在子上，在篦上，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。第二天呢，我老公就被带去搓澡了。刚上搓台，那个搓澡师傅往他身上泼了一盆水，完就让人给叫走了。他在那一躺，都自然风干了，那人没回来呢。完人我表弟搁旁边正冲呢，就听挺老远，这大白胖子嗷家一声，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。澡堂当时都静了，就鸦雀无声。搓澡师傅吓一跳，过来你要干啥？我老公在搓台上躺溜直，非常认真的看着搓澡师傅，换个篦子。那搓澡师傅寻思半天，问他你要翻面啊？